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巴特费斯，我是小阮。这是上色基础三部曲的最后一集。那这次我们要在牛皮纸上绘出有颜色的平光以及亮光的物件。这边我先决定要画红色的物件，所以先准备了红色系的麦克笔以及色铅笔。因为牛皮纸的颜色呢，它不算太深，所以红色麦克笔涂上去还是会非常明显。浅色的部分呢，就会用色铅笔来完成。第一组一样是平光上色，光源一样是由右上至左下。那首先呢，我会先用浅红色的麦克笔来做打底，这样待会上色铅笔时，笔触的空隙呢就不会比较那么明显。接下来是亮光，一样是以牛皮纸的底色为环境的颜色，不过这边利用接近牛皮纸的黄色来凸显反光上色的分布。到了这边，我使用上色的原理呢，跟之前的都是一样的，差别在于现在多了红色。但不管是光源还是反射的一个原理呢，那我这边的运用方式都是一样的。第三组也是亮光，但是在这里呢，我会多加2个不同色调的光源。首先会有类似黄昏的橘黄暖光由右边照射过来，再来是左边的蓝色光源。冷暖光源的应用在很多电影及电玩的海报中常常看见，因为色温的差异在空间的表达上可以增加立体感。这边抓了几个例子，为了避免侵犯智慧财产权，所以我先做模糊处理。不过主要是要让大家感受色彩应用所产生的视觉效果。我也鼓励各位上网去参考实际作品。冷暖光源的技法对我而言呢是非常的受用。不管是手绘或者是电绘都可以运用。这边也分享了一些例子，除了透过设定有色的环境光源以外，我也会故意制造物件自己产生的有色光源，来达到相同的视觉差异。希望大家从这个系列呢能够得到一些收获，也希望各位喜欢这次的分享，我们下次再见。